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奇侠之域，我是阿杜。目前 WGP 日本的地区赛上周刚举办完名古屋的会场，到这一周呢，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一起看看名古屋会场单人上位以及3对3的上位系列有哪些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也请大家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点下订阅，也可以到 FB 的粉丝页来追踪我们的最新消息。那么事不宜迟，就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。好的，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这一次名古屋会场的上位分布。这一次会场分为4组，总共有11个系列的上位。这一次名古屋会场由闪耀色彩拿下3组的优胜，而准优胜的部分还有动物朋友打了上来，让人非常的佩服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这一次的上位构筑内容。那由于牌组数量众多，目前环境主流常见的构筑的部分，我们就会快速的说明。首先看到的是 A 组，优胜的是8开机走的闪耀色彩。接着是准优胜，同样是8开机走的闪耀色彩。接着是第3名4双科4门走的神神之日，又是许久不见的系列，1等能够自转的魂2联动，以却3个3等联动，曾经让这个系列也有一定的上位率。那由于事件卡的功能是非常不错的，几乎可以做到每回合用魂2的联动来帮对手的牌组做体检，是一个非常有趣又强力的构筑。接着是第4名8门走的灰姑娘，正面没人或导致就能赚资源的1等联动，以及3等有弹性的喊烧联动，也让尾盘斩杀有不错的上限与准度。接下来看到的是 B 组的部分，优胜的是8开机走的闪耀色彩。接下来是准优胜4开机4门走的动物朋友。老实说，看到这个系列的时候，不免让人想到台湾拿下世界冠军的选手，也曾经拿过动物朋友夺下相当亮眼的成绩。2017年发行至今几乎没强化的系列，能够在2024年的环境中拿下这个成绩，实在让人非常佩服操作者的强悍，让这个系列有再一次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。接着是第3名4件4门走的蔚蓝档案，选择的1等与3等联动都是赚资源的联动，搭配非联动的烧伤，能够在尾盘做出不错的斩杀。第4名是8箭头走的幻影扳机，1等快速过牌且条件加魂加攻的联动，让这一套的1等能够快速的追伤与过牌。专用的半除了抓1等之外，也能够抓大活跃，让牌组跑速与检索都有非常好的弹性，是跑速与火力都非常不错的一个系列。接下来看到的是 C 组，优胜的是8开机走的闪耀色彩。接着是准优胜4双科4门的 Holo。这一轴的天使船长也是8开机之外一个很不错的一轴，2等就能够大量赚资源的天鹰与稳定斩杀的马林，也让这一副的资源即使前面有一点逆风，他也有办法追得回来。接着看到的是第3名8城门轴的史莱姆，第4名是8城门轴的 D-Site。到目前为止 D-Site 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，看起来蓝糖本身的火力即使在目前的条件之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接下来看到的是第1组，优胜的是8城门轴的史莱姆。接着是准优胜8箭头轴的世界计划，强力的1等与4件组合，让3等费用偏重的天马斯也能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斩杀。接着是第3名8开机轴的 Holo。接下来是第4名4箭头4双科的马娘。连续的1点烧在目前的环境中还是有着非常恐怖的火力，李建光这的强大赚资源能力也让他能跟任何的3等都配得来。那么以上就是单人赛的上位牌组构成。名古屋的上位除了常见的闪耀色彩、史莱姆、Holo 之外，动物朋友跟成神之日的上位也让人看到了玩家对于系列的热忱。而跟前几个会场不同的在于少了青春猪头、漫威、迪士尼等前几个会场常出现的系列。看完单人赛之后，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3对3的部分。名古屋的3对3总共有12副的牌组，使用的系列是10种。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来看看3对3上位牌组构成的内容吧。首先看到的是优胜队伍，大将使用的是5箭头2城门走的 SAO。虽然爱丽丝已经不能1等起跳了，但 SAO 极大的卡池与爱丽丝本身仍属于资源与拳头搭配起来还不错的选项。而尾盘连续的烧伤在现在的环境中仍然是不错的选择。接着是中间，使用的是8开机走的激战少女。目前有不少激战少女都打下了不错的成绩，
1等就能铺满场的3等夜路，在这个环境中还是有不错的压制力。先锋使用的是8城门轴的史莱姆，接着是准优胜的队伍，大将使用的是4门4双科的马娘，跟丛林宝穴一样，都是星弹强化后的热门选择，符合条件就可以让对手强上3等，也是非常强力的联动。接着是中间，使用的是8门轴的邦邦，目前 Benjurin 的表现也是不错的，相乘的3等在这个环境中也能带给对手相当大的压力。先锋使用的是8城门轴的福利莲，接着是第3名的队伍，大将使用的是8城门轴的史莱姆，接着是中间，使用的是8开机轴的闪耀色彩，先锋使用的是8开机轴的5等份的花架，接着是第4名的队伍，大将使用的是8开机轴的妖幻3重奏。优秀的体质与效益不错的尾盘烧伤，让这个系列在环境中能拿下不错的成绩。接着是中间，使用的是4专4双科的马娘。截至目前为止，马娘包含真机灵、宝穴、素子等3轴在环境中表现良好，相信在接下来的会场中也都会有不错的表现。先锋使用的是4专4门轴的孤独摇滚，能够增加手牌上限的集中与稳定的3等斩杀。虽然孤独摇滚在体质上有一点逆风，但本身赚资源的速度仍然是非常不错的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收集的 WGP 2024名古屋会场的资讯分享。环境上的系列仍然有10种左右，且每个会场目前的系列都略有些不同。除了常见的几个环境主流之外，也有不少特别的构筑拿下了好成绩，让人非常期待接下来的会场战况。那么网络上有很多的牌组构成与参考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众多的资料与本频道中获取一些组牌的灵感。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或建议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与交流。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